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之前做过很多中国身份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教程，有很多小伙伴都在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时候，他都会遇到申请被拒绝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申请会被拒绝呢？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美国的信用记录，尤其是如果说我刚申请到了美国的数字移民套件，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是0，那这样的话去申请美国信用卡的话，通过的概率其实就更低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有美国的信用记录，那么申请的成功率就会高出很多，而且也比较容易能够申请到额度比较大的美国信用卡。那么我们要如何从0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呢？其实建立美国信用记录的方法大概有2种。第一种就是通过信用卡来建立美国的信用记录比如说门槛很低的，像这张 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就是可以的。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过贷款来建立美国的信用记录。贷款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房贷、车贷或者说消费贷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个服务，可以帮助大家从0开始建立美国的信用记录。那如果说我们申请美国信用卡没有通过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先去申请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服务。这个服务可以帮我们在6个月内建立起美国的信用记录。有了美国的信用记录，然后再去申请美国的信用卡，那么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高。那么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Self 这样一个在线信用记录建立平台。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它的官网都是英文的，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Self 的一个口号就是您的信用建设工具包，它其实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美国的信用记录。那么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去建立美国的信用记录呢？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申请一个 Self 的账户，申请成功了之后，然后我们每个月向 Self 的账户里面去存一笔钱。比如说它这里有4种选项。第一种是每个月存25美元，第二种是35美元，第三种是45美元，最后一种是150美元。这个就是每个月要存进去的钱。然后2年之后，它会把我们存进去的钱返还给我们。当然，这个返还并不是全额返还，是要扣除一些费用。比如说我选择最小型的话，一个月是25美元，它存24个月，然后每个月的管理费是9美元。然后24个月我们每个月付25美元，总共是付600美元。到期了之后，它会返还给我们520美元，我们最后的费用是89美元。那有小伙伴说，那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太久了，能不能更快一点呢？当然可以了。 Self 是可以我们去提前还款或者提前去终止服务，只要我们的信用记录建立成功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申请下了美国信用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要求提前终止服务。Self 的官方说明是我们提供了一种同时建立信用记录和储蓄的方法，这是以银行持有的存款 CD 形式的贷款。我们可以按月分期还款，每个月的付款都会向3个信用局报告。在服务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收到扣除利息和费用之后的退款。另外 Self 它还给我们提供一个担保信用卡，在申请账户3个月之后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担保信用卡。Self 的运作模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有小伙伴会问，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税务身份呢？大家在官网下面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支持美国公民、非永久居民和非居民的美国外国人，也就是美国公民、绿卡还有 NRA 全部都是支持的，只要是年满18周岁并且有美国的银行账户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向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注册账户。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我们的电子邮箱，点击开始使用，然后点击继续，然后输下我们的法定的名字。这个是要向信用局报告的，所以说一定要是真实的名字。比如说我叫张三的话，那么我就输入3张的拼音，接下来点击下一步，在这里邮箱里面去确认一下，然后在这里去设置一个密码，点击下一步，然后就输下自己的美国电话号码。我这边用的是 Google Voice， 也是可以识别成功的。这边的话就输下自己的美国地址。美国地址的话，大家如果是建立信用记录的话，最好是申请一个美国私人地址。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地址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然后要确认一下我们的一个 SSN 的号码，这里的话我们就输入 ITN 来验证就可以了。
然后去输入自己的生日，点击下一步，核对一下信息，点击下一步，然后再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注册成功了。接下来到这个页面的话，我们是要选择一下自己每个月要存多少钱，最低的话是25美元，最高的话是150美元。我们在下面的话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月要支付多少，它的费用是多少。下面的话是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首先的话 ，Self 会向3个信用局报告我们的信用记录。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去还款，或者说提前去关闭我们的账户。其次的话，就是贷款的金额是不能够去花费的，然后我们的信用记录也不会受到影响。大概的一个利率的话是15.82%，大概相当于中国大陆网贷的一个利率，比信用卡贷款的利率要稍低一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去点击下一步，继续去操作。在这里的话，要验证一下我们的身份。首先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嘛，我们选择不是。接下来，非外国居民嘛。那如果说我们点击不是的话，就没有办法继续去申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点击是，然后去选择一下现在正在持有的一个美国签证，然后在这里去上传一下自己的护照，最好的话是签证页也进行一个上传。下面是美国政府的身份证或者驾照，这里的话，大家如果是用 ITN 申请的话，大家可以去上传一下自己 ITN 的确认信，接下来点击提交，这样系统就会进行一个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去通过每个月存钱这样一个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最后总结一下 Self 这个服务，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美国的数字移民4件套，如果是申请信用卡失败的话，那么 Self 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零门槛的美国信用记录建立工具。但是相比申请担保信用卡 ，Self 它的一个额外的要求就是需要我们有美国的签证。通过 Self 的服务，大概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美国信用记录。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申请美国的信用卡，成功率就非常的高了。我自己是在差不多3年前申请的美国信用卡，当时我是零信用记录，但是我当时用的是 Stable 他们家提供的一个担保信用卡来建立自己的信用记录，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但是 Stable 的话是已经倒闭了，所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了。所以说现在只能去通过 Self 这样一个方式来建立。那么如果说没有美签的小伙伴，那么说只能通过担保信用卡这一条路了。目前担保信用卡推荐的依然是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目前是门槛最低、最容易申请的担保信用卡了。具体的申请方法，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链接观看之前的视频教程。另外 Self 这个服务我本身是没有使用过的，并没有通过它来建立自己的信用记录。因为之前是有小伙伴向我来咨询知不知道信用记录建设的工具，所以说我就自己去了解到了 Self 这个工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如果说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视频下面向大家分享，这样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